最尴尬的国际名场面诞生了。据日本共同社明确报道，3月18日，高市早苗启程访美，19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本想靠谄媚抱上美国大腿，没想到全程被花式羞辱。从接机到会谈，每一步都在翻车。看完小编真的笑不活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其实在访美之前，高市早苗团队就开始自抬身价，跟美方协商时明确要求访问规格为国事访问。要知道，之前岸田文雄访美是正式访问，石破茂访美是工作访问，高市早苗此举就是想彰显自己比前2任更受美方重视，说白了就是想在日本国内刷存在感，证明自己跟美国的关系更铁。结果呢，刚下飞机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接机现场既没有隆重的迎接仪式，也没有美国高级官员出面接待，就几个工作人员应付了事。高市早苗刚出机舱，匆匆合影后2分钟就上车走人，连一句多余的寒暄都没有。美国这边是完全没把这位日本首相放在眼里啊。要知道，日本舆论之前还特意放风说高市早苗这次访美会获得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仪仗队、鸣放礼炮以及国宴等国级待遇。结果呢，这些待遇连影子都没有。面对这种尴尬，日本人也只能自我安慰，嘴硬说这是美日之间家人般的亲密关系，不用搞那些虚的，自圆其说的样子着实有点可笑。如果说接机的冷清只是开胃菜，那白宫会谈的名场面才是真正的社死现场。高市早苗的谄媚被特朗普当众撕得粉碎。会谈现场，美方人员万斯、卢比奥、赫格塞斯一个个都摆着居高临下的姿态，尤其是赫格塞斯居然穿着印着星条旗的袜子，搭配棕色皮鞋，一条腿伸得老长，态度傲慢到骨子里，完全没把高市早苗放在眼里。高市早苗为了讨好特朗普，特意准备了英语开场白，结果却是散装英语，磕磕绊绊，吞吞吐吐，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谢谢你唐纳德，感谢你今天邀请我访问白宫。话还没说完就被特朗普打断了。特朗普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的翻译非常出色，我从安倍时代就认识他。这话看似夸赞翻译，实则是赤裸裸的暗示你英语太差了，还是说日语吧，不给高市早苗一点台阶下。高市早苗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只能尴尬地切换成日语，继续他的谄媚表演。他絮絮叨叨说了4点，核心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我特别崇拜你，特朗普总统，只有你能给世界带来和平，日本会跟着你走，还带来了平抑全球能源的具体方案，重点求美国在能源、关键矿产与稀土供应链上帮日本解围。可特朗普压根没听进去，全程没顺着他的话题走，反而自顾自念叨了16分钟，全程不搭理高市早苗，把他当成了空气。到了媒体提问环节，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记者们只围着特朗普提问，根本没人在意高市早苗，也没人问一句关于美日关系的问题。高市早苗好几次想插话，都被特朗普硬生生抢话，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最打脸的还在后面，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试图帮高市早苗找补，提问特朗普，你们在袭击伊朗之前为何没有跟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比如日本通气？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困惑。谁知道特朗普想都没想，当场回怼，就是为了打他个措手不及，出其不意。论偷袭，还有谁比日本更在行，对吧？你们在偷袭珍珠港时跟我们打招呼了吗？全场瞬间安静，高市早苗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尴尬的能抠出31听。要知道特朗普今年已经80岁了，这份现场反应能力不得不说确实厉害，也足以说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在他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压根没忘记。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了掩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安倍晋三当年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洗白。2016年12月，他特意跟奥巴马跑到珍珠港慰灵，在珍珠港码头的10分钟演讲里，安倍没有说一句道歉和谢罪的话，全程只讲美日彻底和解，美日同盟宽容之心。而奥巴马也配合他，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称战争创伤变成了友情。从那以后，美国官方在纪念国耻日时就不再说
说明是谁偷袭了珍珠港，而日本也刻意回避是谁投下了2颗原子弹，双方互相打马赛克。而特朗普不像奥巴马、拜登那么虚伪，他直接当着高市早苗的面来了一个高清无码的灵魂拷问，彻底打破了日本自欺欺人的假象。高市早苗全程谄媚的眼神姿态，在这句话面前瞬间破功，那种尴尬又不敢反驳的样子，真的太解气了。其实高市早苗这趟访美说白了就是求办事，一共抱着4个明确的目的：一是求美国表态支持他的相关立场；2是求美国在能源、稀土等问题上帮助日本解围；3是求美国减轻对日本的关税压力；4是求特朗普政府公开支持高市早苗内阁，帮他稳固国内政治地位。可现实很残酷，这4个诉求特朗普一个都没回应，全程绕开话题，压根没把日本的诉求放在心上。高市早苗不仅没得到想要的东西，反而还被美国狮子大开口，要求日本尽快兑现此前承诺的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人都送上门了，美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割肉的机会。高市早苗只能硬着头皮应下。除此之外，特朗普还要求日本追加10万亿日元的大礼包，相当于变相的保护费。更让高市早苗左右为难的是，在闭门会议中，特朗普还坚持要求日本帮助美国打通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甚至要求日本出动军舰或扫雷艇配合。可高市早苗只能以日本宪法限制为由，回避了这一要求。不是他不想答应，而是真的不敢。日本约90%以上的原油依赖中东进口，而且绝大部分都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旦海峡被封锁，将直接冲击日本的经济命脉，甚至影响国内民生。更何况当时伊朗局势紧张，日本压根不敢彻底恶化与伊朗的关系，还想保留双方的能源合作机会，毕竟没人愿意拿自己的经济命脉冒险。早在2019年，在美国撕毁伊朗核协议之后，安倍晋三就曾破天荒地访问德黑兰，一方面带着资金投资伊朗石油产业，签订长期能源订单，另一方面还试图说服特朗普，在日本与伊朗贸易问题上给予日本豁免权。虽然日本没有资格加入伊核问题6国会谈，但安倍的努力至少赢得了伊朗的一丝好感，也为日本保留了能源合作的退路。高市早苗自然清楚其中的利害，所以只能回避特朗普的要求。可回避的代价就是被美国割肉割得更狠。比如，为了换取美国关税松绑，高市早苗在3月19日访美期间，直接与美方敲定了价值73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项目，叠加2月公布的首批360亿美元投资项目。短短1个多月时间，日本承诺对美投资与融资总额已经达到了109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7800多亿。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相当于日本全国半年的教育预算总和。日经亚洲3月20日直言不讳的评价，这让日本在所有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的伙伴中成了一个异类。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美国目前已与约20个经济体签署贸易或框架协议，但多数都还在推进生效程序或最终谈判，压根没有像日本这样密集公布具体投资项目急于落地的。尤其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推翻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后，不少贸易伙伴都纷纷放缓节奏，观望事态发展，毕竟谁都不想在局势不明朗的时候盲目砸钱。可唯独日本反其道而行之，在所有人都观望的时候疯狂给美国砸钱，堪称逆行中的异类。日媒分析称，高市政府之所以急于推进，核心目的就2个：一是以经济利益交换巩固日美安保同盟，继续抱美国的大腿；二是规避美国针对日本汽车这一支柱产业的惩罚性关税。毕竟汽车产业占日本 GDP 的10%以上，一旦被加征高额关税，日本经济会直接雪上加霜。可这种急于求成的激进投资已经让日本国内炸开了锅，尤其是日本银行业和金融机构对潜在的财务风险深感不安。更离谱的是，首批涉及360亿美元的3个项目至今都还没签署正式合同，连白纸黑字的保障都没有，就敢盲目承诺后续投资。某大型日资银行高管私下坦言，即便分期拨付资金也会十分吃力，这么大的规模，一旦出现问题，我们根本扛不住。
说到底，日本这哪里是送大礼，分明是割自己的肉喂美国的嘴。高市早苗访美不仅被当众羞辱，没拿到任何实质性好处，还硬生生承诺了上千亿美元的投资，把日本的经济命脉进一步绑在美国身上。小编觉得，日本这种一味依附、盲目妥协的做法，最终只会反噬自己。毕竟没有哪个国家能靠砸钱换来真正的尊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靠依附别人实现真正的强大。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